Hello，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好，我们今天来拆解一个听起来非常美好，但实际运作起来，却是异常复杂的都市议题。你想想看，当我们讲到城市里的公园、绿地，你脑中浮现的画面通常都是很正面的，对吧？可能是温暖的阳光啦，柔软的草地，邻居在散步，小孩子在旁边跑来跑去。这几十年来，你看，从纽约的中央公园到新加坡的滨海湾花园，打造一个所谓的绿色城市，几乎已经是全球的共识了。它也是衡量一个城市一步一居的一个重要指标。但是，如果我现在告诉你，在这份美意的背后，其实隐藏着一个，对某些居民来说相当残酷的代价呢？没错，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个：一座崭新的、漂漂亮亮的公园，它有没有可能反而变成把你赶出家园的那个推手？这听起来真的很违反直觉。你可能会觉得，怎么可能？公园不是公共财吗？理论上是为了所有市民的福祉盖的啊，怎么会产生这种排挤效应？这就是都市发展中一个善意底下最难处理的结构性问题。因为这股力量它不是来自什么恶意的政策，而是来自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。这个现象我们可以叫它公园悖论。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天平。你看在天平的一端是公园的承诺，它会带来健康，促进社区连结，让我们更亲近自然。这点毋庸置疑，真的，大量的研究都证明，你住在绿地附近可以有效降低压力，改善吸力健康，甚至提升居邻的平均寿命。但天平的另一端，那个潜在的危害也跟着来了。当一个地区的环境品质因为公园而大幅提升，这个地方自然就变得更有吸引力。结果是什么？想搬进来的人变多了，需求一上升，房租跟房价想当然就水涨船高。那最终那些原本就住在这里，收入可能相对比较低的居民，就会发现，哇，生活成本高到他没办法负荷，最后只能被迫搬走。这就形成了我们说的都更下的不平等。其实这种由环境美化所引发的非预期的后果，在都市研究这个领域里面，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。它有一个非常精确的学术名词来定义整个过程。重点来了，这个名词就叫做绿色市生化。要理解这个词我们先拆解一下。市生化这个词指的是一个比较旧的社区，因为在开发吸引了高收入的中产阶级搬进来，结果导致地价啦、消费水准啦都上涨，最后就迫使原来那些低收入的居民只好迁出。那所谓的绿色市生化，指的就是触发这个过程的关键因素，竟然是环境改善这项政策。白话文来说就是，当政府或开发商在一个社区投入资源，盖公园、做绿化，本意是想提升所有人的生活品质，结果却意外地加速了房地产市场的洗牌，把最需要这些公共设施的弱势居民给洗了出去。有一句话，我觉得为绿色市生化下了一个最讽刺但也最精准的注解。他是这么说的：那些本意是为了社区服务的改善措施，最终却让他们因为价格而被迫离开。这背后的逻辑其实很残酷，它揭示了一个都市发展的核心矛盾，就是当一个地方变得太好，好到连原本的住户都享受不起的时候，那这些所谓的好，究竟是为谁而打造的呢？这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，它更是一个关于社会公益的深刻提问。过去大家在聊这个绿色市生化的问题，绝大多数的研究都集中在欧美国家，但是在人口更稠密、都市发展更快速的亚洲，这个议题其实更加迫切。所以近年来，学者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亚洲的大城市，想了解同样的剧本是不是也在这里上演，甚至有没有可能更加剧烈。而我们今天用来分析的案例就来自日本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透过一个非常具体的城市案例，来看看这个隐藏的趋势是怎么样被发现的。我们这一次的主角就是日本关系的大城大阪。我们继续聊下去，为什么偏偏是大阪？研究者会选择大阪作为研究对象，有几个非常关键的理由。首先，大阪在经历了日本泡沫经济后的长期衰退，近年来正在进行大规模的都市再开发，这是一个观察变化的绝佳时机。其次，这些再开发计划里面包含了很多大型的绿色项目，比方说在梅田车站北侧备受瞩目的 Grand Green Osaka 计划。
同时，大阪也拥有像是筑袭公园这种日本历史最悠久的近代都市公园之一，所以不只有新的，连旧的公园，像是天王子公园也都在进行翻新。这种新旧交织、大规模的都市变革，就让大阪成了一个完美的天然实验室。哇，你知道整个大阪市其实有超过900座大大小小的公园哦，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细节，就是研究团队并不是把所有公园都纳入分析，他们把那些非常小的，可能就在社区角落的那种邻里公园给排除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想嘛，那种小公园对于周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力相对是有限的。他们真正锁定的是那种规模更大，足以带动整个区域环境品质产生质变的大型公园。因为只有这种等级的投资，才有可能启动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市生化的连锁反应。好，那问题来了，这种市生化的过程，它其实很隐微啊，人口是慢慢地流动替换，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。那研究人员到底是如何看见它的呢？他们必须找到一些具体的可以量化的指标，就有点像侦探在办案一样，要寻找4个关键的线索，来证明这个现象，真的存在。在揭晓这4个线索之前，我们先看一下他们设定的时间框架。他们的方法其实很聪明，也很经典，就是一个事前事后的比较法。他们收集了2010年的数据，当做一个基础点。那个时候很多大型开发案都还没完全发酵。然后呢，他们再收集2020年的数据，来对比这10年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。而这10年也刚好涵盖了大阪从经济复苏到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。所以整个研究的核心逻辑非常清晰，目标就是要验证一件事：那些紧邻大型公园的街区，在这10年间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，是不是跟大阪市整体的平均变化有着显著的不同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把公园周边地区当作实验组，然后把整个大阪市当作对照组。如果实验组的变化特别剧烈，那原因8、9不离10，就是公园这个变数在起作用了嘛。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，这就是他们寻找的4个市生化指标。第一，白领工作者的比例有没有上升？这代表了社区的职业阶层正在从蓝领转向白领，通常也意味着平均收入的提升。第二，大学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有没有增加？这是一个衡量社经地位的关键人口学指标。高学历人口的移入通常会改变社区的消费模式跟文化氛围。第三，土地价格有没有上涨？这个最直接了，就是经济指标，反映了市场对这个地区未来价值的判断。第四，高楼层建筑的比例有没有增加？这就反映了物理空间上的再开发，通常是旧的低矮的住宅被拆掉，然后改建成新的昂贵的公寓大楼，这直接改变了社区的住宅供给结构。好的，到这边我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绿色市生化，也知道研究人员如何在大阪这个城市里面去追踪它的蛛丝马迹。那么这整个研究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？对我们这些同样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，这又代表了什么呢？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，最核心的 takeaways 就是绿色不必然就等于公平。一个环境改善的计划，如果没有搭配相对应的社会政策，它很可能就会变成富人的福利，穷人的灾难。这就给了所有都市规划者一个警讯，在推动任何绿色建设的同时，你必须要去思考如何保护那些最脆弱的居民。比方说，可以透过保留或新建社会住宅，提供租金补贴，或者是实施房地产税务改革等等方式，来确保他们不会因为环境变好，反而失去了自己的家。在任何都市发展的计划里面，谁是最终的受益者？这个问题绝对是我们必须不断追问的关键。其实这项来自大阪的研究，也给我们台湾的城市发展提了一个醒。当我们在庆祝，又有一座新的大型公园落成了，一条新的河岸绿廊完工的时候，我们或许也该停下来想一想，当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绿意盎然，那究竟是谁才能留在这里享受这片风景？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，我们透过日本大阪的研究案例，拆解了绿色市生化这个概念。也就是说，城市里的公园绿地等环境改善措施，虽然立意良善，却可能推升房地产价格，导致原本的低收入居民被迫搬迁。
这提醒我们，都市的永续发展不能只看环境指标，更要兼顾社会公平。在追求绿色城市的同时，必须搭配完善的社会政策，才能确保发展的果实是由所有人共享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。如果你觉得这一集有帮助，记得马上点赞、加订阅、加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正在冲订阅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